上个视频我们带着大家看了中国最西端的景象，因为天色太晚，我们并没有来得及去中国最西边的斯姆哈纳村。第二天起来，离开吉根乡，我们继续本该前一天完成的旅行。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看看这个中国陆地最西边的村子，了解下这里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斯姆哈纳村位于新疆乌恰县吉根乡，是我国版图雄鸡尾巴上最后的那根羽毛，这是中国最晚迎来朝阳、最晚送夕阳的地方。村子景色很美，旁边就是雪山，雪山下的植被很茂盛。村子里也有一条小溪，在村子旁边则有一条巨大的红色河流在山谷中流淌。一般情况来说，红色的河流代表着水里含铁，这些山脉都拥有着丰富的矿产元素，山体则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丹霞色彩。其实就算处于祖国最西边的地方，这里人的生活跟内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同。网络一切正常，水电当然也不是问题，也有电视可以看，只是人们的生活似乎更加安静一些。村子里没有几个人，但是一个热情的小朋友拉着狒狒聊天，还带着我们去了他家。一位大爷也跟我们聊起村子的生活。村子旁边就是连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尔克什坦口岸，这里排着无数的卡车。在古代时，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驿站。说个有意思的故事，斯姆哈纳村在柯尔克孜语中意思是堆放铁丝的地方。为什么会叫这样的名字呢？在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大力援建中国，而很多铁丝就从这里运送到中国，这个村子因此而得名。离开了村子，我们沿着边境线向北行驶。狒狒说这里有一个极美的草原。我们以前看到过无数的草原，对草原我并没有太高的期待，但当我们到达这个叫玉器塔什的草原时，眼前的一切颠覆了我对草原的概念。红色的山体配上白色的雪山，绿色的草原，蓝色的天空，这种景象就算在梦里我也未曾梦到过。我愿称之为中国最美的草原。我们很少给大家推荐景点，但是如果你来到中国最西边，这个名叫玉器塔什的地方一定不要错过。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我们现在已经把车从吉根乡开到了中国西陲第一村斯姆哈纳村。刚刚到这里就看到这边的集装箱要出口岸这个方向已经堵住了，现在堵了大概有30-40辆车了。从这个位置再往前，过了那个监控大概500米就到了边检那个位置了，口岸那里了。你看全是这种集装箱 ，Capital。这个公司不一样，但是箱体都是同样规格的标准箱现在虽然口岸那边人员是不能流动的，但是我们国家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间的贸易还是非常频繁的。这会儿才是上午嘛，整个这个口岸工作还没多长时间这个车都堵了这么多了。而且我们看到那边那个方向，就从乌恰县过来那块儿，还源源不断的一直过来着集装箱的车还在后面。这个不知道多久才能通感觉起码要半个小时了，一辆辆的检查放行我们稍微往过转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斯姆哈纳村。这个村子因为它是个边境村嘛，距离边境线就5公里，所以管理的也是比较严格的。你看那边修了一小段跟城墙一样的东西，像长城还有那种垛口，其实就是为了好看。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进村子可能要看一些证件手续这样子的。我们从这儿看能不能到村子里面看一下。其实这个村子也不是很大，我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村子的全貌了。其中呢，刚进去最显眼的位置就是吉根乡斯姆哈纳村幼儿园。其实这个村子就几百个人，但是修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幼儿园。我们试一下还能进去不？现在游客是可以进这个边境村的，只需要在门口登记一下就行。对，很方便
刚刚呢，我们听村口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说这个村子啊，一共就几十户，200来人，对，相当小的，甚至比西藏有的边境村都要小。但是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旁边那个口岸真是繁华。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方向看一下，这会儿这个集装箱是越来越多了。是的，一直在排队过那个检查，而且哈，它这个集装箱的车是满载的情况下拉过去，到那个位置之后呢，好多车返回的时候只有车头，和那个车厢它是个平板了，对，整个箱体就卸下来了。是。因为人出境比较麻烦嘛，哈，就货柜出境现在。哇，哎，那这个村子200多人，那这幼儿园很大的呀。是啊，特别的大。它在里面相当大了。吉根乡中心幼儿园，斯姆哈纳村分园。分园。这个地方啊是江苏常州援建的，我看到后面的墙上写了。幼儿园我估计哈，它这个村子200多人，幼儿园可能就10几20个孩子，应该不多。但幼儿园建的还是很大的，然后在最中间醒目的位置是国旗杆，对，每个礼拜一也要升国旗。我们继续去村子里面看一下。其实这个村子啊，撇开它是边境第一村不说哈，它这个村子自然风光是超美的，是的，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所在。哇，太好看了！哎，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拍日落那个观景台，对，不知道能看着了不？可以，那个尖尖特别高。我们昨晚路从那儿过的时候，还觉得那什么奇特的建筑啊，对，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万万没想到。就在中国这个最西边这个村子这边，还有很多的绿化，他们也在植树造林。这边是个河谷，然后我们一路过来都发现一条红色的河，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河叫什么名字。就感觉到超大的红河，那条河里面有那个铁矿呢。哦，是。所以河水是泛红色的。是的，是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告诉你一个冷知识，这个地方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对面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对，有那个铁矿石很多。我们现在这很多车哈，其实呢，从中国出口过去的就是一些轻工产品，也有农产品。从那边进口过来的大多数都是矿产。哦，是。其实啊，我们俩最向往的就是跟车的方向一致，一直往前走到国门那里，因为那里有我们中国的77号界碑啊。现在特殊情况我们也不能去了。我们刚进村子一点点，在路边发现了这些健身器材。这么偏僻的乡村还有健身器材，还有一些集装箱的这种小房屋、铁皮房，也不知道干嘛用的。我们从大门进来，走了5分钟，现在终于走到了真正的中国西陲第一村斯姆哈纳村的入口处。前面那些房子哈，好多是那种当地的那个管理机构，还有就是一些施工单位的那种活动板房吧，那个叫哈。其实正儿八经的村子呢，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村子太漂亮了，你看哈，老远从这儿放眼望去，2排整齐的这个小白杨。再加上他把这个围栏全部涂成这种5颜6色的，特别有朝气的感觉哈，在边境这个位置，而且哈，整个村子的路灯下面全都是我们的国旗，特别好看。就是从这儿看啊，这个加个滤镜就完全是童话世界了。虽然我们现在的位置距离真正的塔城的小白杨哨所还有几千公里，但是啊，看到这种场景，我超想唱那首歌。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啊，这个歌啊，我们从小学唱到大。其实你真正的来到这种边境的这种口岸这个位置哈，才内心里能感受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什么含义啊。走在村里这个小道上，发现这村真是太漂亮了。这又是一个家家户户住小别墅的村子。你看这种房子，这种红色的房顶，黄色的外观，家家户户这种彩色栅栏里面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太好了，这地方。哎，我真的好喜欢这里啊！你看啊，这边的房子一模一样的这种房子哈，这都是政府统一给大家盖的。在塔县那边也是一样的哈，在边境地区呢都是国家修起来的这种房子，当地居民只需要出1-2万，甚至有的不出钱。
在这个中国最西边的村子行走，这个村子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吉尔吉斯斯坦。我们来的时候村子人很少，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位小朋友和他的哥哥，还遇到了一位老者，他们跟我们讲述了很多的边疆生活。在边远地区生活的人们对到访的外地人都格外的热情。小妹妹，给你喝。你们家是哪个房子呀？这个。哦，这是我哥。你家里有谁？你跟你爸爸妈妈？有我哥。你哥哥哥。在家里。哎，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他哥哥？哇，好帅！你多大了？我20。啊，他不知道，他说你28岁，我说你哥哥怎么会那么大呢？哎，你们这个院子好凉快啊！我们过来玩的，帅哥，他们里面是不是还能再走一段时间？开过去的。开过去的。对，沿着这条路就可以。哦，那我们大概走多久能走过去？差不多就2公里吧。哦，2公里就走到牧民区是吧？就是有毡房是吧？哦。哎，这个房子好像是，这是那个活动板房啊。对。也不是吧，就固定好的。固定好的哦。对，但是它这个你看这个材质，对，这边好像就是那种轻质的材料，那边是砖瓦房。帅哥，你们的房子都一样哈，这都是国家建的。国家建的08年吧。哦，08年。那段时间就地震了，然后统一讲了这个。哦，你们这儿也地震啊？对。地震了。哦。那地震前你们住的是哪种房子？地震前下面是有一套房子。全都拆了。哦。是地震震坏了哈？也不是吧，就震得不太好了。不太安全。对，就一震就不危房了哈。对。哦，那政府盖这些房子，你们要交钱吗？交了一部分，大部分是国家承担。对。哦，自己出一小部分，那跟台县那边一样。对的。我们前几天去台县玩，那边也是地震了。是的。房子震出有那个裂缝了。所以政府就让他们搬到那个山上统一建的房子。你家有羊还是牛？羊牛都有。哦，好厉害。有多少啊？接近100吧。哇，100多。好有钱啊！好有钱。哎呀，帅哥，我看一下你们的房子好吗？可以的，现在都把东西搬过去了。哦，都搬过去了。但是里面看起来好整齐。对。东西少嘛，就那边堆了一些被子。哇，这个是地毯哦。对，很大的地毯。对，我们在乌恰那个巴扎看有人卖的还蛮贵的。是的。这是我们以前亲手做的，这些。哦。自己做的。羊毛吗？羊毛的这。哇。做的这。挺难的，太厉害了！羊毛手工做的，这拿到内地去捞值钱了，多贵！你看那柜子，感觉好多年。做的人很少。是的。都不会呢。我们俩人转的，碰到你妹妹了。你妹妹好可爱呀！对。帅哥，你们这个巡边是自己报名吗？也不是，巡边是护边员过去的，就。那我看你们家墙上也挂的那个衣服，也要穿着一起去哈。对，我去的话也是替父母过去。哦，替爸妈过去。我们刚才在那个吉根乡的时候啊，那边有30多个巡边员。是的。他们开着那个皮卡，车厢全拉的吃的，说进去啊10天出不来了。对。有的山上过去，为了他们建了个房子嘛，在那边待个1周嘛，10天嘛就那样。哦，山上建的房子啊。他们说山上还冷得很，有雪什么的。现在不冷了，以前嘛特别冷的，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特别热。对，这几年就是热，我们那儿也热，全国都热，热死了。那边那个雪山呢，就是边境了吧？已经出国了那个。那个雪山是属于吉尔吉斯斯坦了。对。哦，那我们就是从那个口岸再往里面走5公里，就不能再走了。对。走5公里就走不了。哦，雪山等于还不是界山。对，那雪山太远了。对，雪山刚好中间。刚好在中间。那雪山好高啊，感觉都到云里了。特别高，对。那有多少米的雪山？那4000多吧。4000多。夏天、冬天都是白白的。哦，对，我看下。那个
那个洪江水就是从那边过来。哦，洪江水，你们门口这个江就是洪江是吧？对。啊，我们一路看过来都是红色的。对对，直接到喀什那边过去。对哦，喀什那边流来的啊。他们饮用的水就是这个。哦。饮用水。对。喀什饮用这个水。看起来很红啊。估计慢慢会沉淀了。对对。它应该是在流的过程中变红的吧？对。喀什跟前那个河还是正常的颜色哈。对。帅哥，你们村子应该通电了吧？通电了。通电了，我看那个太阳能板是干啥的？去放牧用的是吧？也不是吧，以前统一发的，然后我们经常搬到那个山上去嘛，山上去所用。哦。我看这边哈，水电都还挺方便的，每家都有水龙头啥的。对，等于这个就是到毡房那边放牧时候用啊。哦，那挺好。这个插手机啊，啥都可以。哦，还能插手机。我看到那个村口那有个幼儿园，小学有没有？小学要到那个乡里去。乡里啊，几根乡。那你妹妹就要到那边去上学了？对，都是要住宿。要住宿。以前还有那个幼儿园是没有，我们要到那边去上学。哦。幼儿园就开始住宿。哦，幼儿园小朋友太小了，村子建个幼儿园还是很有必要。我们在这儿开着手机玩手机，会不会收到那个连上对面国家的那个信号呀？没有。我在网上看，有的人说显示他的行程码到过吉尔吉斯斯坦。没有。他可能是跑到那个界碑那儿去了。有可能到界碑那儿。界碑那儿去的话。有可能哦。对。太近了，界碑那儿。那你们就界碑是刚好在那界线上。是的，是的。对，界碑就在界线上。现在水呀、网呀都挺好的。对，我看网速是的，我们这儿都有网，5G，挺好的。家里有 WiFi 呀，都有。对。这个小妹妹，好调皮。你再往前走点吧，看看去。你们那个龙头能洗手不？可以。那给我拿着，你去洗。拿着，我洗个手。那个上那边也可以。我们上了，我们昨天下午在那儿看的日落。那个好高呀！我们昨天下午看的日落。我们走到这儿，你别。那个太难爬了，我天，我爬快累死了。拜拜。帅哥走了啊，谢谢，拜拜。你们几天去一次？几天？ 10天，1个月去一次。全部1年、5年意思吧？都要去啊，连着去呢。他这意思是常年去。什么时候也有了吧？不是后边。哦。对。叔，这村子有多少人？200人。100。 100多个。150多人嘛。哦。那有个30户。 30户有了。30户有了，30-40户。说你的帽子好漂亮。35户。说你的帽子好漂亮。这是柯尔克孜族的帽子。克族的那个帽子嘛。好看。白帽子。好看。好看吗？哎呦。而且还能遮太阳。对，可以防晒。面也可以，那你看。哦，好厉害呀！那这个很时尚。跟你这个一样了，多功能的。跟我这样，这把脸就挡住了，太阳挡住了。太阳这样挡住了吧？你看我们帽子是不是同款？是的，小人车。同款的。小人车。来了个摩托车。叔叔啊，您多大了？我吗？62。哇，那你身体好好啊。那你就跟你爸爸一样大。对，跟我爸差不多大。你们爸爸也那个60多吗？对，我爸也60多一点。也可以。说以前那边60多，年轻都老了吧？年轻着呢，年轻的。对，年轻的。 80、90也老了是吧？现在80才算老的。对，60岁正年轻。说这房子都是国家建的吗？这房子那个日建嘛贵的。就是这种黄色的，统一的，这是国家建的。这种那个国家的就是这个，那个石头水泥太冷了，冬天。对。像是那个好多房子盖，我自己盖的时候吧，冬天的时候里面进去睡觉了吧？就是活动的是自己建的。对。大叔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水泥房是国家盖的，但是水泥房的缺点是它冬天太冷了，进去有点渗得很。对，就是吧。然后自己盖了活动板房。水泥太冷了，冬天。水泥太冷。对。所以这个热的我自己盖的。那个泡沫。叔，你们这儿冬天有多少度？冬天零下35。零下35。5度，37、30。
6。这么冷啊！哎呀，你们这儿好冷啊！夏天时候太热的时候吧，对，冬天太冻了吧？冬天太冷了。说你们这儿算中国最西边了哈。那晚上最晚是几点落日？天黑几点？几点？11点。11点半。11点半。哦。12点半有了吧？还有12点半的时候。哦，厉害了。那跟东部差了4个小时了。就是吧。12点半天才能彻底黑啊。那好厉害。我今天早上7点半醒来了，外面还是黑的。哎呦，黑的来的。7点半。对。黑白先回来是吧？2、3，哇，叔叔帅。帅。特别帅。帅。好看。整个村子最帅的人。商店啊，斯姆哈纳村的惠民超市。这还可以办宽带。对。办卡，我们去买个喝的。对，还能买火车票呢！我天，好厉害。什么都可以哎。代发快递。关键是还可以网上代买。对。估计村子有一些就是年纪大的不会网购。对的。羊毛哎。斯姆哈纳村的毛毡房啊。这个毡房外观看也太古朴了吧。挺厚实的是吧？对，那上面我摸了一下啊，那个扎手那个牛毛。特别厚，里面就是用那种把牛毛弄在那个皮革上面，但不是天然的牛皮，牛皮可能拿去做别的了。感觉特别保暖。对，这个已经相当暖和了。其实门还开着呢，但是我们就不进打扰了。这外观超好看。其实现在整个村子哈都这种新房子啊，对，偶尔看到这种毛毡还挺有感觉的。其实这个就是柯尔克孜族他们传统的民居就这样子的。准备撤了。告别了中国最西边的斯姆哈纳村，我们继续北上，沿着边境线到了一个叫玉奇塔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最美、最另类的草原。我们曾经看到过那拉提大草原的波澜起伏，也见过巴音布鲁克的广阔，但是玉奇塔什绝对是草原中的一个另类。因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大都是这种红色的山体，红色加绿色这样极致颜色的草原，我们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更难得的是，这里还有一些突出的山体，这些山体好像被遗弃了很久的外星飞船。玉奇塔什真的不像是地球上该有的景象。大家知道哈，乌恰是乌鲁克夏提的简称，而乌鲁克夏提这5个字在柯尔克孜语中的意思指的是山沟的分岔口，因为呢科兹勒河谷在这个地方分成了3条沟而得名的。那今天我们就沿着其中一路朝北的一条沟走，就是这一条。再往前面走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山谷和河沟了。那顺着这个路一直走，大约40公里。就会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玉奇塔什草原。来这边呢，提醒大家一定也要办边防证，因为这个也是在我们国家的边境地区，接壤着吉尔吉斯斯坦。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上车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吧，我们就会到达玉奇塔什草原，走吧。我们现在一路沿着科兹勒苏这个河谷啊，一路往北，这个路不是很好走，路面还行，但太窄了。对，这拐弯的这个位置哈，你看这个左边这山体，你把一半路占掉了。对。不过景色挺美，太美了，没有游客。对，左边红色的山，右边绿色的树，挺漂亮。哎呦，天，全是这种鸟。这个路太窄了。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再走，这个路太窄了。你看前面那个车在等我们过。对。前面的跟我们同方向的这个车就是新 A 的，他们也是游客。他们决定往前继续开，我们再往前尝试着走一走吧。如果是柏油路的话就还行，对，窄是窄点，但是如果前面有那种土路啥的，他越野车能走，我们就过不去了。但是我们看对向的也有那些牧民的车，也有轿车，啊。对，反正这路不好开，前面的越野车它也就30左右的时速，对，慢慢在走。哇，我们终于到了。说好的50公里，我们生生开了100公里啊！而且路都很烂。刚刚我们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站，现在到了玉奇塔什。
我们现在距离边境超级近。这个地方为什么检查这么多就是因为它离边境特别近，可能就3、4公里吧。我们一会儿到前面那个位置，可能就隔了一个山，就出国境了。哎呦，这个路没护栏，开快就飞出去了。这个草原去的真是，这草原真是不好来啊！太难来了，真的，这个路太难了。不知道一会儿看到草原，我们俩的感叹是哇塞，还是说就这啊？我们现在已经开车来到了玉奇塔什草原的核心地带了。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这3座石头山，其实呢，玉奇塔什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就指的是3个石头山的意思啊，就是我身后的这里。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整个景区的一个核心位置了。其实这个地方虽然刚进来的时候，当地一个大哥说羊把草都吃的差不多了，现在不漂亮了，不绿了但实际上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因为这个地方它主要跟别的草原不一样的是色彩非常丰富。我们在其他草原呢，就是可能主要是这种绿色的草和树，但这里呢，因为有这种红色裸露出来的岩石、石头山以及远处的雪山，再加蓝天白云，整个色彩非常的漂亮。而且重点是目前这个景区还是免费的，只是开车过来要久一点吧。并且呢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拿出自己的手机导航搜一下玉奇塔什景区。导航显示离开国道只需要开50公里。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和导航提示的位置中间还有，怎么去大家比划呢？总之还有很长一段它是导不到的，就这一段路导航是不显示的，就是他们的导航勘探车都没有来过这里。这个路就只能到当地不断的去问这些牧民才能找到这儿。哎，不虚此行吧，是吧，涛哥？反正来这边路确实不太好。我们刚看了一下底盘这个前面的发动机护板2个螺丝都掉了，就被磕掉的。到时候回去再弄一下吧。但是这都是后话了，先享受一下眼前的美景吧。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看地图。首先呢，我把我的地图比例缩小点，大家看，我们现在在我们祖国的最西端也是新疆的最西边这个位置。然后呢，再放大就害怕了我感觉这个图标已经在线上了，对，好害怕。在红线就是我们的边境线对，这再放大好像线就消失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相对的位置，这一边这个山的这一边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看，我先把手机朝那个方向，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山上有岩石的那儿，翻过去就到了。